我觉得《生化危机》系列游戏有2点最吸引人，一点是十分下饭的丧尸和怪物，另一点是优秀的人设。生化危机系列的主要人物非常多，而且形象都十分鲜明，从肌肉猛男到纯情鲜肉，从甜蜜软妹到冷艳女王，应有尽有。而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2个人物，应该要数里昂和艾达了。除了他们人物本身极具魅力以外，他们之间长达20年的暧昧情缘也很是吊人胃口。那么他们为什么暧昧了这么多年都不去结婚呢？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讲解下这对冤家，顺便讲讲我对他们之间关系的看法。里昂 ·S. 肯尼迪是一个留着飘逸分头的帅小伙或者帅大叔，一开始是个普通警察，后来成了美国政府的特工，多年来总是被卷进各种生化袭击事件之中，练就了一身打丧尸的本领。他经常会遇到各种倒霉透顶的事情，但每次都能险象环生，真不知该说他运气好还是运气差。他身边总是有很多沉鱼落雁的美女，但每次他都被女人耍得团团转，真不知该说他桃花运好还是桃花运坏。由于碰过的载具都会爆炸，所以他被称为载具杀手。在生化危机的世界里，最可怕的不是遇到丧尸，而是和里昂坐在同一个载具里。艾达王出生地不详，职业不详，真实年龄不详，真实姓名不详，真实性别女，精致的长相配上性感的着装，娇嫩的身形配上勾人的御姐音。估计没人顶得住吧。这个谜一样的女人总是出现在各种生化事件之中，一会儿救了你的命，一会儿又用枪口对着你，让你不知道她到底是好还是坏，也很难猜透她真正想要什么。毫无疑问，她的身上透着一股危险狡诈的气息，但又不得不说她真的很迷人。这俩人的初次亮相以及初次相遇是在《生化危机2》里。这座游戏的剧情有好几个版本，包括原版、黑暗历代记版本和重置版。这里我们就以《生化危机2》重置版为准去讲了。游戏的时间是1998年，当时的里昂是一个正要去浣熊市警察局上任的菜鸟警察。然而等待着他的不是热情的欢迎派对，而是满城的行尸走肉，甚至连警察局都成了活死人之地。这个小李同志一头雾水地穿梭在热情群众中间寻找出路，他躲过了丧尸，躲过了甜甜，躲过了暴君，但在地下停车场被丧尸全给扑倒了，然后啪的一枪，艾达王出场了。本来这个小王同志只是路过顺手做个好人好事而已，没想到这个小分头还赖上他了，盯着他问这问那的，还想跟着他一起走，搞得王姐姐很不耐烦。里昂这么做也不奇怪，毕竟他被发生的一切搞得晕头转向的，而艾达看起来又十分淡定，好像很懂内幕，而且打起怪来那种冷静自若的样子也让人觉得很靠谱。是我也抱这个大腿啊，更何况还是黑丝大腿。艾达骗里昂说自己是 FBI 的探员，来这里是为了揪出造成这一切混乱的幕后黑手。这么说可能是为了让里昂敬而远之，别给自己添麻烦吧。然而这个小分头却更来劲了，他说我当警察就是为了保护受苦民众的，我也要跟你一起去执行正义。说出这么有正义感的话应该会很帅才对，但总让人觉得这个人怕不是个愣头青。于是艾达就干脆让他跟着吧，搞不好还能稍微利用一下。其实艾达到这里来的真实目的是帮反派威斯克获取能让人变成怪物的G病毒的，不知道他这么做到底是图个什么，反正跟反派扯到一起总让人觉得有点危险。而愣头青里昂就不知不觉成了这个坏女人的工具，跟着他一起勇闯下水道，危难时刻还冒死帮他挡了一枪。估计艾达也对这个愣头青的行为有点感动，脱下了大衣给他在原地休息。脱下大衣以后才发现他里面居然穿着一套漂亮的红色礼服，搭配上黑丝和高跟，简直把人魂都给勾走了。穿成这样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来打丧尸还是来走红毯的。正常做任务应该穿成这样才对，是吧？我思来想去，他打扮得这么美艳，恐怕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使用美人计。一方面是勾引像里昂这样的愣头青来给自己卖力，另一方面是勾引屏幕前的各位猛男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中他的美人计啊？反正我是没有，我买这个游戏真的是为了打丧尸的。其实艾达用美人计估计不是第一次了，在生化危机1里有篇文档提到过艾达，读起来很像是有个叫做约翰的愣头青被艾达迷惑并且利用了。回到正题，里昂受了伤，艾达只能独自去取G病毒了。然而一个叫做亚尼的研究人员不允许别人把病毒带出去，所以一通操作把艾达关在了一个垃圾堆里。艾达扎伤了大腿，黑丝破了好大一个洞，在这无助之际救了他的依然还是里昂。如果没这2次舍命相救的话，估计艾达利用完里昂就会不管他死活了，以后也不会一次次暗中帮助他成为他的幸运女神。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艾达腿受了伤，就只能蛊惑里昂去帮他取G病毒了。
里昂一开始还犹豫不决的，但是一个吻就让他服服帖帖的了。如果没这个吻的话，估计里昂今后也不会对艾达那么痴迷不悟吧。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说实话，艾达的这个吻看起来有点突兀，我觉得可能美人计的成分要更多一些。不过这招对里昂这种纯情小青年是真的管用，他从此着了这个坏女人的道，这一吻就是一辈子。于是里昂冒着生命危险就去取疥病毒样本了，不管是感染了病毒的植物还是变成了怪物的威廉都没能阻止他。他顺利拿到了病毒样本，不过亚妮告诉他说艾达不是 FBI 的，是个坏女人，别相信她。所以里昂也犹豫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该把这个十分危险的病毒交给艾达。情况复杂了起来，艾达只好举枪逼里昂交出病毒。这个场面一度有一种坏人原形毕露的样子。然后里昂也举枪说要逮捕艾达，情况很焦灼。当然里昂舍不得开枪，而艾达也舍不得开枪。但是舍得开枪的人来了，亚妮一枪打在了艾达身上，病毒掉了下去。里昂奋力抓住了艾达，但还是没能阻止艾达从他的手上溜走。当然艾达并没有当场死亡，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活了下来，而且也拿到了那份病毒样本。后来当里昂在逃脱的路上被 BOSS 殴打时，他扔了一个火箭筒在里昂面前，于是里昂抄起火箭筒轻松消灭了 BOSS。 最后他成功乘上了逃脱的列车，虽然得救了，但心里却有些小失落。不敢相信我有点想他。到这里生化危机2的故事也就基本结束了。里昂是这座游戏的男主角，但艾达只是个配角而已。女主角是跟里昂一起卷进这场混乱的克莱尔。虽然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分开的，但是也算经历了同样的磨难。最后两人还牵着幸存的小雪莉一起愉快地回去了，看起来很像一家三口。本来按照正常点的剧本，里昂应该跟女主克莱尔凑成一对才是，但是里昂毕竟是个愣头青，他偏偏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另一个他怎么也抓不住的女人。这只是里昂与艾达故事的开始，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接下来就到生化危机4了。这座的故事发生在6年后的2004年，当时27岁的里昂已经从一个菜鸟警察变成了美国总统身边的特工。他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去西班牙的一个偏远村庄里救出总统的女儿阿什利。阿什利遭到了当地光明教的绑架，这个神秘的宗教掌握着一种寄生体，能让人变成攻击性极强的行尸走肉，所以里昂又得去面对铺天盖地的热情群众生化敌人了。不过这个时候的里昂可比以前那个菜鸟厉害多了。生化危机2结束后，他被政府看中，随后接受了严格的训练。现在的他身手只能用华丽来形容，就连气质也变得冷静沉着了很多。那个愣头青成长了。巧的是艾达也来到了这个地方，他的任务跟以前那次性质差不多，就是帮反派威斯克取得光明教的寄生体样本。黑色高跟、红色晚礼服以及大白腿，这一座的王姐姐依旧美艳无比，真不知道她到底是来打丧尸还是来参加社交晚会的。另外她的身手也花哨了很多，一手神枪更是让她来去无踪，多了几分神秘感。里昂的目标是救美国总统的千金，艾达的目标是取得寄生体样本。他们俩的任务其实也不算冲突，但艾达却受到威斯克的指示，让他除掉里昂这个碍事的家伙。不过艾达并没有下手，他不仅没有下手，还多次救了陷入困境的里昂。里昂能多次大难不死，很多时候都要归功于艾达的帮助。这座的艾达简直成了里昂的幸运女神。到了结尾跟光明教总 BOSS 战斗时，也是艾达扔了一发爱心火箭筒给里昂，里昂才成功消灭了 BOSS， 似曾相识的剧情。当然艾达也不会白白帮助里昂，他最后优雅地从里昂手中抢走了寄生体样本，然后一个骚操作带着样本乘上了直升机，果然是个狡猾的女人。不过他临走前给了里昂一把可爱的钥匙，让他得以利用水上摩托车跟阿什利一起逃离。就这样艾达拿到了寄生体样本，里昂救出了总统女儿，这俩人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艾达既帮助过里昂，也利用过他，很难说他对里昂到底是什么感情。不过艾达说过这样的话，里昂面对再大的困境都能撑过去，这样的强运也给了我勇气。看来艾达虽然总是一副神秘兮兮、运筹帷幄的样子，但他也不是什么神仙，也会有感到不安的时候。而里昂这个愣头青又正好在不知不觉中给了他精神上的鼓舞，所以艾达对里昂不仅仅是利用，也被他的那种顽强的特质感染着。那么里昂对艾达又是怎样的看法呢？跟阿什利逃出去以后，阿什利提出了进一步交往的请求，里昂拒绝了。然后阿什利问那个女人是谁，里昂的回答很有深意，
他说他就像我生命的一部分，无法割舍，就让他留在那儿吧。看来王姐姐已经深深印在李阳心里了。本来按照正常点的剧本，李阳英雄救美之后，应该跟总统的白富美女儿坠入爱河，走上人生巅峰的。然而这个愣头青心里却装了另一个女人，另一个谜一样的女人，可谓是甜蜜方糖跳进苦咖啡。接下来只剩下《生化危机6》要讲了，不对，好像还有3部 CG 电影，《生化危机恶化》、《生化危机诅咒》和《生化危机复仇》。这3部电影细讲起来会比较费时间，我看一下，哎呀，进度条好像快撑不住了呀，那我们就不讲这3部电影了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我们这期视频就专注在游戏上了。好了，接下来讲《生化危机6》。先来看看这座里的艾达王，哎呦，这开胸礼服穿的我都不好意思看了，这到底是来打丧尸还是来……不好意思，认错人了，这个是假的艾达，真艾达是这一位。这次还穿的稍微检点一点，亮丽的红色上衣配上紧身小皮裤，一副简洁干练的样子。这座的故事发生在2013年，这个时候的艾达估计奔4了吧，但是看起来还跟18岁似的，感觉还能再战20年。不过李阳就没能躲过岁月的摧残了，当年的帅小伙已经变成了帅大叔。这都过了10几年了，李阳和艾达之间的关系还是那么飘忽不定，并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这座李阳一上来就开枪打死了美国总统，变成了丧尸，剧情有点刺激，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美国总统打算公布当年浣熊市事件的真相，但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西蒙斯觉得这样会有损美国政府的利益，于是他用一次生化袭击让美国总统遭到了感染，所以在总统身边的里昂才不得不扣下扳机。随后里昂和另一个特工海莲娜被西蒙斯诬陷成杀害总统的凶手，所以他俩只好组队走上了查清真相找回清白的道路。这座的里昂一上来还是那么倒霉，而且之后还会遇到更多倒霉的事情。但是正如王姐姐所说，他就像个打不死的小强，总是不知疲倦，所以也相信再大的锅扣在他脑袋上，他都能愣着头给他掀翻了。巧的是，不只是里昂被西蒙斯坑了，就连艾达也卷进了西蒙斯的迫使之中。艾达曾经为西蒙斯做过事，后来离开了他。西蒙斯出于对艾达的迷恋和不舍，决定用 C 病毒克隆出一个艾达。多次失败以后，他用部下卡拉做实验体，成功将其变成了艾达。卡拉原本是西蒙斯忠实的部下，并且一直爱慕着西蒙斯，但却遭到了这个变态这样的对待。回忆起真相以后，他决定复仇，决定毁灭一切。他不仅要让西蒙斯痛苦，还要让整个世界痛苦。于是他发动了大规模的生化袭击事件，而且还是以艾达王的名义去做的。真艾达自然莫名其妙就背了这个黑锅。但是向来都是王姐姐把别人耍得团团转，哪有王姐姐被人耍的？她会让假艾达和西蒙斯尝尝正牌艾达王的厉害。这座里艾达和里昂的目标有点像，都是去查清真相，为自己洗刷冤屈。令人感叹的是，艾达终于不是帮什么神秘组织做事了，他这次纯粹是为了自己，而且还是以正面的形象出场。不过他依然保持了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风格。艾达跟里昂在路上也有交汇，这次已经没有什么利用关系了，算是互相帮助吧。看得出来，里昂身边虽然有另外的美女搭档，但艾达始终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途中，里昂处处护着艾达，甚至不知情的情况下，连假艾达也护了。游戏的最后，真艾达干掉了变成怪物的假艾达卡拉，然后又跑去跟里昂他们一起对付变成了怪物的西蒙斯。大战期间出现了经典一幕，艾达受了伤，里昂见状义无反顾地冲过去，用自己的身躯保护了艾达。这就是愣头青对坏女人的爱吧。这一幕很浪漫，很让人感动，但却转瞬即逝。俩人合力击败了西蒙斯后，艾达就溜了，很符合他的风格。里昂一如既往只能看着他的背影，像个失落的愣头青。不过艾达在屋顶给他留了一堆礼物，包括一发祖传的爱心火箭筒，用来彻底消灭西蒙斯，一个含有西蒙斯罪证的储存卡用来洗刷冤屈，还有一架直升机用来撤离，可以说是非常豪华的礼包了。这俩人总是你帮我，我帮你，最后互不相欠。他们在互相帮助中形成了一种亲密感，而又在互不相欠中形成了一种距离感，这就是他俩暧昧的方式吧。说回艾达，他在结尾跑到了卡拉生前的实验室里，在那里有一个东西正准备破壳而出，那个东西正是西蒙斯的克隆体。卡拉生前既想毁掉西蒙斯，又想在这里克隆出一个新的西蒙斯，这俩人还真是般配。王姐姐举起枪对着这个实验室一阵扫射，顿时火光四射，碎屑横飞。子弹打空了，她又换上新的弹夹继续打。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出现这么大的情绪波动，以前总是猜不透他在想什么，但这一次我们知道他愤怒了，他在为那种比怪物还扭曲的人性感到愤怒，仿佛他不仅仅是在摧毁眼前的实验室，也是在摧毁世间的一切污秽之物。这一刻可能是玩家们最了解艾达的时刻，因为这一刻我们起码知道他站在了正义这边。但也仅仅是这一刻而已，随后他又遁入了迷雾里。 Good job, huh? Sure. My schedule just cleared. 这个女人又上路了，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打算。她到底要去帮谁做什么事情，无从探知。我很想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究竟在追寻什么，又是否得到了呢？但这个女人永远不会给出答案，毕竟她是艾达王。至于里昂，他最后和海琳娜一起洗刷了冤屈，又回到了正常的工作当中。其实按照正常点的剧本，他和海琳娜一路上互相鼓励，共度难关，最后应该凑成一对才是。但是就连海琳娜也清楚，里昂心里早就装不下其他人了。这个愣头青还在傻傻地等着那个不会回头的女人，遇到再大的困难他都不会放弃，总是不知疲倦。执行任务的时候是这样，对待爱情也是这样。里昂的执着让我挺不解的。我一直觉得男人在不同的阶段会喜欢不同的女性，比如如果我再年轻几岁，回到还是愣头青的那个年纪，我也会选择王姐姐，既神秘又浪漫，多好啊！但是现在让我选的话，清纯善良克莱尔、富家千金阿什利或者重情重义海莲娜都会是更好的选择。王姐姐那种神秘女性，我只会敬而远之，只因为一点，不适合过日子。试想一下，结婚以后，他一天有8个秘密瞒着你，3天2头还找不到他人在哪，这多糟心啊！当然，我这也只是稍微幻想一下，真实情况是没得选。不过话说回来，当你选择交往对象的时候，加上了一条适合过日子的条件的话，就说明你已经不再年轻了，生活冲散了你的浪漫幻想，你现实了。像里昂这样永远不现实的人，被我称作愣头青。因为我已经理解不了他的那种执着了，甚至会觉得他的执着很蠢。但是仔细一想，我用这种很现实的思想去评判游戏里的人，实在是很不公平。因为所谓游戏，就是提供给我们一些超脱于现实的念想，我们在现实中看不到的那些品质，或许可以在游戏里的人的身上见到，并且至少在游戏里去相信那种品质的存在。因此，我不应该管里昂叫愣头青，他不是愣头青。一直固执的管他叫愣头青的我才是愣头青。所以这个世界上还真的存在着那么一个人，他在傻傻的等待着一个不会回头的女人，并且还会一直等下去。我就这么相信着吧。